女孩发现了可怕的是，年幼的表弟正在爬向泳池边缘，可他不但没有阻止，反而上到2楼拭目以待，因为他早就沿着泳池放好糖果。年幼无知的表弟只要顺着糖果爬去，就会掉进泳池淹死。看着表弟离泳池越来越近，艾玛露出恶魔般的微笑。然而就在这时， Robert! 看姑姑及时出现，救了小家伙一命，艾玛感到无比失落。而就在这时，姑父发现了地上的糖果，并注意到了房门。他很确定自己关了门，可孩子又是怎么爬出去的？看姑父一脸沉思，艾玛的眼神渐渐恶毒起来。他就是大家所说的天生坏种，平时喜欢虐待小动物，阉猫杀狗都是家常便饭。而一旦与人发生矛盾，他从不解决矛盾，而是直接解决那个人。所以年仅12岁的艾玛已经背负5条人命，可他却凭借人畜无害的外表和高超的谎言，一次次躲过警方的追查。在将自家杀到绝户后，善良的姑姑收养了艾玛。姑姑很心疼艾玛，完全把她当作亲生女儿。艾玛却一点也不感恩姑姑的养育之恩，反而怨恨姑姑结婚生子，让她有了寄人篱下的感觉。所以她越来越讨厌姑父和小表弟，但这种讨厌她一直藏在心里，从不表现出一丝一毫。为此，她依旧保持着小时候的习惯，会对着镜子反复练习假笑以及违心的赞美。 Oh my god, that is so cute. 可当姑姑不在时，艾玛就会露出真面目，对着小表弟又甩白眼又凶脸。小表弟吓得一愣一愣的，艾玛却毫不在意，因为小奶娃还不会告状，所以他可以肆无忌惮地玩弄他。甚至为了争宠，他还特意诱导表弟爬向泳池，想要将他淹死。但细心的姑父却因为泳池边的糖果不由怀疑起艾玛，于是他假装无意地问到艾玛有没有买过糖果。艾玛却说他从不吃糖。而随后姑父又发现他珍藏已久的万元小刀居然不见了。姑父再次想到艾玛，可艾玛却坚决表示他从未见过那把刀。但隔天姑父就发现小刀就放在艾玛的抽屉里。虽然他很不愿用恶意去揣测一个孩子，可糖果和小刀的事都足以证明艾玛喜欢撒谎，且心思不太纯正。于是他找到一所贵族寄宿学校，想让艾玛转去那里读书。艾玛表面笑着答应，内心却恨得一批。她是姑姑的亲侄女，凭什么赶她出去？回到自己的房间后，艾玛就把头埋进抱枕，发出压抑的嘶吼。但仅仅几分钟，艾玛就平复了心情。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一种熟悉的杀念油然而生。她是天生的刽子手，讨厌猫时就淹死猫，讨厌同学时就将他推下悬崖，讨厌保姆时就烧死他，甚至连自己的亲生父亲，他也是毫不手软，说杀就杀。区区一个姑父而已，又有什么值得烦恼的呢？于是晚上姑父做饭时，艾玛便趁他去接电话，往锅里倒了很多油，然后将煤气拧到最大。不一会儿，锅就起火了。本以为可以引发火灾，烧死姑父，结果姑父闻到味道后，很快就赶来灭火。艾玛听到动静，立马假装刚刚下楼，而且还迅速拿出干粉灭火器，直扑大火而去。I thought you were supposed to be watching it. I was watching it. I don't know what happened. I left it with Emma. I had to go to the bathroom. I was gone for 2 seconds. It's not my fault. Well, then whose fault is it? Okay, quiet. Please, both of you. Should we just do takeout again? 虽然姑姑平息了争吵，可艾玛却发现姑父看她的眼神充满探究，她生怕姑父发现了什么。于是回房之后，她就对着镜子练习道歉。 Robert, I wanted to apologize. Uncle Robert, I just wanted to apologize. 随后艾玛就带着这副充满歉意的表情去找正在修车的姑父。说起车子，我最近就在瓜子二手车上买了台21款特斯拉 Model 3，没想到只花了9万9，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现在新车掉价快，买瓜子特划算。瓜子每台车都经过官方专业检测，还能先试开3天，放心买就行。现在去瓜子搜车好省，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千万别错过了。艾玛承认是自己的疏忽才造成起火，可因为寄养的原因，她害怕做错事被姑姑指责，这才矢口否认。姑父听他这么说，油然而生一股怜悯，随后他就抱住艾玛，表示已经原谅了他。可艾玛却露出蔑视的眼神。安抚好姑父后，艾玛就放心离开。可姑父钻入车底修车时，灯却突然灭掉，紧接着车子的千斤顶就猛然落下。
姑父疼得不断踢疼双腿，可车子重达2吨，他根本挪动不了丝毫。艾玛见状便吹着口哨，迈着欢快的步子离开车库。他觉得姑父这次必死无疑，于是便去参加同学聚会，好制造不在场证明。结果好友却邀请来一位新同学，他是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可见到艾玛时，新同学却说他们早就认识。艾玛一听这话，嘴角的笑容骤然落下，新同学却毫不避讳地提醒道 Remember that time I tripped and you stole my watch? I don't think that was me. It was. But whatever. It's cool. 原来这个新同学正是凯蒂。小学时，凯蒂与艾玛是同班同学，因为嫉妒凯蒂戴了新手表，艾玛就故意将她绊倒，然后再假装好意扶她起来，从而顺走她的表。凯蒂很讨厌艾玛的心机。如今两人成为高中同学，凯蒂看向艾玛的眼神便多了很多探究。他不由想起麦洛同学的坠崖以及爱丽丝老师车祸的事。虽然警方都判定为意外，可艾玛与他们之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她一定不无辜。而事实上，艾玛仍在持续作案。她放下千斤顶，将姑父砸晕在车库，直到第2天夜里才被人发现。由于送去医院太晚，姑父不仅断了一条腿，而且还陷入重度昏迷。吓坏的姑姑赶紧叫来艾玛，可看到姑父这么难死，艾玛却失望不已。而更棘手的是，几天后姑父就醒了过来，他挣扎着想要说些什么，姑姑便赶紧拿过纸笔，结果姑父写下了艾玛的名字。姑姑一头雾水，但她根本没把艾玛往坏处想，因为自从姑父出事，艾玛就忙前忙后，又是照顾小表弟，又是安慰姑姑，亲女儿也不过如此吧。 What would I do without you, honey bear? We're gonna make it through this, all right? Because we're Grossmans. That's what we do. 艾玛用刻意表演的亲情不断加深与姑姑的关系，从而防止姑姑对她起疑。而姑姑也很吃这一套，毕竟是哥哥唯一的孩子。可艾玛却只是利用姑姑为她遮风挡雨，骨子里她依旧是个杀伐果断的狠人。学校舞蹈队要选一名队长，以后跳舞都会占 C 位。艾玛很想出这个风头，可她跳的又一言难尽。 That was a hot mess. Okay, one more time. Steph, jump in for Emma. 斯蒂芬不仅乐感超强，而且舞技也甩艾玛几条街。队里有这么优秀的女孩，艾玛肯定竞争不过。于是她心一横，决定掐断这颗好苗子。放学回家后，艾玛就再次偷走姑父的小刀，然后将斯蒂芬家的小狗带去公园，用小刀戳成了马蜂窝。斯蒂芬找到小狗时惊吓过度，直接晕了过去。所以今天的竞选演讲，她是没法参加了。得知这个消息，艾玛装得一脸震惊，同学便以为她毫不知情，还仔细描述起来。 Chopped up and stabbed, and blood and guts everywhere. That is so horror movie. Do they know who did it? Some psychopath. 大家丝毫没有怀疑艾玛，这让艾玛觉得待会儿的竞选她一定势在必得。可万万没想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都无视了艾玛激情十足的演讲，反而把票投给了缺席的斯蒂芬，这让艾玛倍感耻辱。而更可恨的是，凯蒂对她也越来越怀疑。 So that's what now? 6? 6 what? 6 unfortunate coincidences. I know all about you. Do tell. Where should I start? With the housekeeper falling down the stairs, Milo drowning, Mrs. Ellis's car wreck, a babysitter burning to death, a dad getting shot, a step-uncle getting crushed by a car, and now a dog getting chopped up in a park. You've been busy. If I've really been that busy, you might want to be careful. Accidents happen all the time to people. Especially people like you. People like me. People who hurt themselves. 凯蒂这一巴掌甩的实在是大快人心，可擅长表演的艾玛却立马躲去男同学怀里，一副凯蒂霸凌她的可怜模样，还哭唧唧的要去医疗室。男同学成功被蒙蔽，随后就送她去了医疗室。艾玛却趁着医生出去找药品，偷偷顺走了医疗室的钥匙，然后偷走了药柜中治疗癫痫的药。但这种小偷小摸根本没法压制艾玛的心魔。想到同学们有眼无珠，都喜欢头发像野草一样的斯蒂芬，他就气得双腿发抖。艾玛清楚，这是他想要手刃斯蒂芬的信号，可他现在还不能动手。于是艾玛拿起一个塑料袋呼去自己脸上，草草过了一把瘾。但更让他糟心的是，姑父居然回来了。虽然他还不能自由行动，艾玛的心却悬了起来。他怯怯地挪去姑父身边，试探性地问道 Do you remember what happened? No.
just black. 听到姑父这么说，艾玛瞬间放心不少，这下她可以专心处理斯蒂芬了。第二天上课时，艾玛就拿出手机，偷偷给斯蒂芬发去一段视频。斯蒂芬不明所以地看向艾玛，艾玛却朝他调皮一笑，斯蒂芬便以为是什么搞笑视频，于是便打开查看。艾玛拿出斯蒂芬的手机删视频，同学却以为他在拨打急救电话。就是这么一耽误，医疗室的护士过了很久才赶来。他发现斯蒂芬是光斑过敏性癫痫，只要受到光斑刺激就会发病。可医疗室治疗癫痫的药早就被艾玛拿走了，无药医治的斯蒂芬很快就去世了。这让艾玛无比畅快，甚至在悼念斯蒂芬时，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心情。但随后，斯蒂芬的妈妈就通过监控发现了带走小狗的可疑人员。他将视频发给艾玛的姑姑，询问他监控里的人是不是艾玛。姑姑赶紧点开查看，却吓得大惊失色。姑姑不敢相信艾玛竟然是残忍杀狗的人，于是她去询问艾玛，艾玛却矢口否认，并且还声泪俱下的控诉她根本没有见过斯蒂芬的狗。艾玛表现得万分诚恳，姑姑却心凉半截，她不由怀疑这娃是不是有什么病，怎么撒谎还这么情真意切。结果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艾玛竟十分符合反社会人格的特征，撒谎成性，虐待成瘾，而且还无药可医。可姑姑身为医生却一直毫无察觉，这说明艾玛属于高智商类，既会习惯性犯病，又能妥善善后。这种人放在身边，简直就是自掘坟墓。殊不知，此时的艾玛却正在享受这种感觉。姑父断腿后无法自己行动，他便喊艾玛帮忙，艾玛却假装打电话，根本不理姑父。Emma? Yeah, no, it's nothing. Yeah. Emma! Yeah, no. 无奈的姑父只好自己去购轮椅，结果却碰到断腿，疼得鬼哭狼嚎。听到声音的保姆赶紧出来查看，艾玛见状这才走了过来，还说刚才他在打电话，根本没听见姑父喊他。姑父气得脸都抽了，艾玛却开心地吹起口哨。可没想到姑父听到后，却猛然记起他被压那天也听到同样的口哨声，看来他的直觉没错，艾玛确实有问题。于是他私下警告艾玛 You fool so many. But not me. Not anymore.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I remember everything. I know it was you. What are you gonna do about it? This is what I'm gonna do. I love my wife, and she loves you. So hurting you hurts her, and I don't want that. 姑父提出条件，让艾玛去寄宿学校，还他家一个清静，这样他就既往不咎。艾玛却很不识好歹。What if I don't want to do either of those things? Well, then I'm gonna tell the truth. And Angela will be hurt, but you will be hurt way more. No Ivy League. No happy life. No nothing. You will be locked away forever, completely alone. 艾玛却无所谓的一笑，鸟也不鸟姑父，就转身离开。姑父四肢健全时他都不怕，如今都瘸了，他还能怕吗？回到房间的艾玛就打开电脑，开始上网做心理评估。测试结果显示，他是个标准的精神病。艾玛不由会心一笑，此病是杀人放火的免死金牌，他可以有恃无恐地干坏事了。而姑姑在察觉艾玛精神有问题后，因为顾及亲情，并未第一时间与丈夫沟通，而是想进一步确认下。于是她把一只装有摄像头的大熊放去丈夫房间后，就带上宝宝出门了。出发前，她还特意打开手机确认了下摄像头能否正常拍摄，可这一幕却被站在楼上的艾玛尽收眼底。于是姑姑刚一离开，她就去了姑父房里。她先是将装有监控的小熊转了过去，然后又以快要下雨为由，让负责照顾姑父的保姆提前回家。离开时，她还顺走姑父的手机，以防他给姑姑打电话。殊不知，姑姑却去了湖边小屋。当年艾玛的父亲就是在这里突然发疯，想要开枪打死艾玛，结果却被邻居击毙。 Stop right there, David. I will not let you hurt that girl.
姑姑当时悲痛欲绝，根本没有多问当时的情况。如今她才想到，也许有病的根本不是她哥哥，而是艾玛。邻居也回忆说，艾玛的父亲看起来情绪稳定，根本不像是会杀女儿的人。那天他应该是受了什么刺激，这才突然失控。姑姑听到心头一惊，确认哥哥是发现了艾玛是个精神病，这才想要杀了他，结果却被毫不知情的邻居反杀。想到丈夫被莫名其妙压断腿，姑姑就不由害怕，她赶紧给丈夫打去电话，可电话已被艾玛掌控，她小指一点就挂了电话。姑姑瞬间有了不好的预感，于是赶紧向家里赶去。艾玛却在这时给同学凯蒂打去电话，说有个叫内森的男生喜欢她，她不知如何是好，想跟凯蒂请教下，这让一直追寻真相的凯蒂看到机会，于是她答应前来。随后艾玛又给内森打去电话，说她邀请了凯蒂来玩，让内森1个小时后过来，这样内森就能为她证明凯蒂出现在他家的合理性。凯蒂很快就到了艾玛家，但他并未贸然进去，而是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准备待会儿聊天时套话，录下艾玛的罪行。同时他还准备了一瓶防狼喷雾，装在了裤子口袋里。艾玛开门后十分友好，还贴心地端来一杯热咖啡，然后一脸羡慕地感叹道 It's really nice to have someone to talk to. I never really have anyone to talk to. Not really. Maybe there's a reason for that. My step-uncle. He wanted to send me to a boarding school. Thought I was going to do something to the baby. The baby's fine. Your uncle isn't. Every action has an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 Newton's third law. That's basic physics. 人毫无保留地剖析自己的行为时，往往是反思的特征。所以凯蒂便以为艾玛终于对自己的恶行有所悔悟，所以他一边听一边喝着咖啡，却丝毫没有想过，也许艾玛只是在复盘谋害姑父时的疏漏。果不其然，看凯蒂咖啡喝得差不多时，艾玛就停止剖析，然后得意地宣布 He started it. How? Hot chocolate. How was it, by the way? Don't spill on my rug. 凯蒂想要站起来，结果却全身发软。原来艾玛给她的那杯咖啡早就加了一大把镇定药，那是姑父止痛用的，却被艾玛偷来害人。单纯如凯蒂怎么也没想到艾玛会从她刚一进门就动手，而她更没想到的是，艾玛还是个天生的演技派。 Oh my god, please help me! My name is Emma Grossman. There's this girl, she's insane! I invited her over to come and have hot chocolate and she started a fire. She's attacking me. Please help me! That's the sound of me getting away with it. Works every time. 凯蒂一脸不可置信，她一直怀疑艾玛与一系列谋杀有关，却从未想过她会如此丧心病狂。随后艾玛就开始搜身，她拿走了凯蒂的手机，一看上面正在录音，艾玛突然讽刺地笑了。不管这份录音录到什么，都不会成为呈堂证供了。This is Levia, Milo, Mrs. Ellis, Chloe, my dad, Stephanie, that ridiculous dog. You, Uncle Robert. You guys all just cause too much trouble. Don't mess with psychos. 看着艾玛癫狂的笑容，凯蒂奋力去拿防狼喷雾，结果却被艾玛一把夺走。这小玩意儿只能防色狼，而他却比色狼还恐怖。You really are the best friend I've ever had. 凯蒂拼命地想要站起来，结果却跌倒在地，而这一切躺在自己房间的姑父都一无所知。他正准备睡觉，却听到一阵婴儿哭声。姑父以为是妻子回来了，可他叫了很多声都无人回应，孩子的哭声却越来越大。姑父以为是出了什么事，于是艰难地挪到轮椅上，然后循着声音找去。哭声是从楼上婴儿房传来的，姑父只好扔下轮椅，忍着剧痛爬上楼梯。 Come on, buddy. Daddy's coming. 然而就在这时，艾玛却在锅里倒上油，然后将煤气开关拧到最大，油热之后，火焰扑了上来，很快就引起火灾。闻到味道的姑父赶紧呼叫艾玛，艾玛却毫不理会，反而还拿出汽油洒在屋里。最后，他还将油桶放去凯蒂怀里，并将他的手搭在油桶上。可怜的小妞就这么背锅了。而此时的姑父终于爬到了婴儿房，可他掀开被子时却懵了，里面根本没有小孩，而是一段手机录音。艾玛耍了他。What are you doing? Equal and opposite reactions. Well, to be honest, it was probably always going to end up this way. I am sorry, Robert. Sorta.
看到窗外闪过灯光，艾玛赶紧跑了出去。可她刚装作惊恐想要表演，姑姑就满脸厌恶地骂道 My brother, he loved you more than anything, but he was right. You're a monster. I don't mean that. Dad just tried to kill us. Sire, what did you do to her? To Robert, what did you do, Emma? Angela! No. Don't go. 姑姑冲向房子，可她却忘了孩子还在车里。比起心思颇多的大人，艾玛更喜欢这个小东西。 Hi, friend. 而姑姑冲进房间后才发现里面已经遍布浓烟，她赶紧找到丈夫，想要带他逃生，可烈焰却挡住他们的去路。最后两人双双跌倒在地，再也没有起来。而艾玛则抱着小表弟，冷漠地看着这一切。听到警车和消防车赶来，艾玛立马放声大哭。 Please, my aunt, she's still in there! This girl, she tried to burn our house down! Please! You've got to go save her! 消防员丝毫没有怀疑艾玛，当即就冲向房子去救人。而这时内森赶到，看到惊恐万状的艾玛，他心疼地将她搂入怀中。艾玛却露出得逞的微笑。这一次，他又大获全胜，嘎了所有惹他的人，并成功逃过法律的制裁。所以千万不要去惹精神病，他们狠起来直接一步到位的。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小班，咱们下期见。